诚然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即使他做到了所有父亲应该做的事，睡前的小故事，虽然童话故事在他毫无起伏的音色下变得和鬼故事一样，每天的陪伴和例行的一个晚安吻。如前文所说，他已经做到了很多合格的父亲没有做到的事情，却唯独少了那么一样，就是出自内心的爱。诚然是个同性恋，在他30多年如机器般精准的生活里，性向好像是唯一在他意料之外的事情。然而这对于程大律师来说其实也并不是什么问题，就像诚然说要在30岁拥有一个孩子，而他确实拥有了，毫无疑问。一个乖巧的、软绵绵的、聪明的5岁男孩来自孤儿院。然而诚然想破脑袋也不会想到，这个乖巧男孩竟然会像今天这样毫无征兆的离家出走。其实也不算严格意义上的离家出走，毕竟他还留了一张纸条，上面用儿童蜡笔写着哦出去了，字迹歪歪扭扭，但对于幼稚园儿童来说已经是一份杰作。哎，书上可不是这样写的。诚然看着书柜顶层藏在经济学后面的如何成为一个好爸爸，带你走进孩子的内心，思索着。没时间再浪费了，他一把抓起钥匙，整理好西装外套，到楼下去找人。5岁的孩子又能到哪里去呢？程阳5岁，幼稚园儿童，向日葵小班，此刻正迷失在追寻自由的路上。爸爸怎么还不来啊？程阳小朋友蜷缩着小小的身躯，窝在家附近的烧烤摊的椅子上，怀揣着价值5元的猪肉串，一点点啃着。唉，今年猪肉真贵啊！小朋友这样忧愁着。程阳是在冬天被孤儿院院长发现的，就在院门口铁门外发现时，襁褓仍有余温，却没留下任何信物。程阳很聪明，远远超出5岁儿童的水平，但是上帝总是会给这样的天才关上一扇门。早年在孤儿院的生活又造成了程阳过于缺爱的性格，早会对于情感充沛的他来说更像是一种折磨。幼儿的天真让他又一次在电视中看到小孩子离家出走又被找回后被家人视若珍宝的时候，程阳决定试试。可他到底未曾被社会毒打过，也未曾沾染成人社会的肮脏污秽，他还是忽略了一个单独出现的5岁小孩对于这个鱼龙混杂的烧烤摊是个多大的诱惑。这已经是王虎第10几次看向那个在椅子上把自己卷成团的小孩了。妈的，什么狗屁家长把小孩丢在这种地方的？该不会是遗弃吧？终于在小孩又一次被不怀好意的问你的爸爸妈妈去哪里了呀的时候，王虎起身过去隔壁那桌把小孩抱了过来。板寸头大花臂真的很有震撼力。你跟我们坐一起，等你爸爸妈妈过来，你记得电话号码吗？王虎尽量和善的开口，笑脸盈盈，可惜有种猛虎装奶猫的违和感。程阳看着眼前五官深邃，穿着背心牛仔裤，一手臂纹身的大叔，下意识向后缩了缩。电视剧里说了，这样子的人很社会的。王虎好像意识到了问题所在，看着自己身边各个头发染的金黄带着链子的小弟们，眉毛一挑，拍了拍桌子，老3老4把你那烟给我收收，没看着这儿有小孩吗？还有老2，坐直点儿，翘什么二郎腿，不准抖腿啊，净做些坏榜样。说完这一长串话，王虎又收拾了一下自己，温柔地说，叔叔已经教训他们了，我们不是坏人，你家人呢？怎么让你这么晚自己出来？所以你还是没有意识到自己才是最吓小孩的那个人吗？暖黄的灯光浅浅的笼罩了烧烤铺，里面有刚下班的社畜，也有深夜出来觅食的大学生。他们或与朋友谈天说地，开怀大笑，或是举杯独酌，眉头紧皱，内心深藏忧郁。5岁的程阳小朋友到底还是个小朋友，受了漫长的等待，加上眼前这位虽然面相凶恶却意外温柔的大汉的刺激，还是不受控制的红了眼眶。温热的眼泪蓄成小河流下来，终于哇哇的哭了起来。王虎顶着周围人，尤其是自己身边小弟鄙夷的眼光，一把将小孩搂在自己怀里，抱了个满怀。
又轻轻拍着他的背。糙汉子粗着嗓子哄着怀里那只香香软软的小猫咪，这场景居然意外和谐。终于找到了，程然心想。距离程大律师出门已经1个小时了，在这1个小时里，他几乎将家附近翻了个遍。等他终于到了那个烧烤摊，永远一丝不苟的大律师第一次在孩子面前展现了截然不同的样子。平日里根根分明的柔软头发被汗熨成一缕一缕粘在光洁的额头上，衬衫已经湿透了，外套也被随便的丢在副驾驶座上。诚然看着那个窝在陌生大汉怀里吃烤茄子的熟悉小孩，推了推眼镜，杨洋。程阳莫名打了个冷战，赶忙从王虎的怀里挣出来，向程然跑过去。爸比！程然接住跳进怀里的小猫，抱在怀里拍了拍。他迈开长腿对王虎走去，谢谢您帮我照顾小孩了，这是我的名片，有事情可以来找我。王虎瞄了一眼上面写的姓名电话，冲着程然挥了挥手，不用了，下次把小孩看好了呀，大律师。程然又道了几声谢，走向车子后，把程阳放在后座的儿童椅上，扣上安全带，自己坐在驾驶座上发动汽车。果然和电视里一样。程阳心想，接下来爸爸就要说对不起，我错了，我以后一定好好对你，这样的经典台词了。洋洋，你为什么要乱跑？啥？这和我预料的不一样。5岁的程阳心中充满大大的疑惑，突然心慌。你知道外面有多危险吗？一个5岁小孩晚上自己在外面跑，你还觉得自己很厉害了。程阳刚刚止住的眼泪又开了闸，在后面抽抽搭搭的哭了起来。你有什么事情可以跟我说，擅自出门根本就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爸比！程然在驾驶位上透过镜子看到小孩通红的兔子眼睛和皱成一团的包子脸，最终还是心软了。车子停在高级住宅区的门口，程然帮小孩解开安全带，有些生涩却又小心翼翼的抱在怀里拍了拍。好了，别哭了，下次不要晚上自己跑出去了，爸爸回去给你讲故事好不好？好。程然帮小孩洗了个澡，穿着睡衣把怀里的小孩放进被窝里，从书架抽出一本故事书念了起来。小孩累坏了，没一会儿就哼哼唧唧说起胡话来。程然帮小孩掖了被子，在小孩额头上印了一个轻柔的吻。洋洋晚安。小孩感受到了额头上轻柔温暖的触感，迷迷糊糊的说了声晚安爸比，我爱你。还没有得到回答，便已昏昏睡去。程然已经很久没听到我爱你这3个字了，他怔住了，他尽力想从喉中挤出回复，却怎样也说不出来。日子一天天过去，又是一个周末。保姆阿姨突然的辞职，对程家一大一小造成了不可恢复的毁灭性打击。爸比，我不想吃外卖和速冻饺子了，今天我们可以去烧烤吗？上次的茄子超是的。程然实在难以抵抗程阳的星星眼攻击，换了衣服就牵着自家小猫向着上次那个烧烤铺走去。王虎上午刚被房东扫地出门，把行李往店里一扔，就出来觅食，隔着大老远就看见了上次那个小孩。程阳看见王虎，可怜巴巴的看了眼程然，得到许可后就飞奔过去，坐在王虎对面。王虎正抽着烟呢，看见小孩直愣愣的看着自己，一把将烟从嘴里抽出来往地上踩踩，粗着嗓子说道，看什么看，这不是什么好东西，你知道不？你可别学。程然看见王虎的动作，眼角悄悄弯了起来。他坐在程阳旁边，对着花臂汉子说，没想到又遇见你了，我们杨洋很喜欢你。上次赶得及没来得及问，请问您贵姓啊？王虎摸了摸鼻子，我叫王虎，老虎的虎。程律师你好啊，相逢旧事缘，正巧上次你帮我照顾了杨洋，这顿我请你吧。那成，你再点个茄子吧，这小子喜欢吃。程阳没听自家老爹和老虎哥哥虚伪的对话，光顾着看王虎手臂上的纹身。他抵不过自己的好奇心，忍不住开口问，老虎哥哥，你是做什么的呀？你的花纹好酷哦。
王虎想了想，回复道：“我是个纹身师，就是往别人身上纹花的。”程阳一脸向往：“那我也可以纹吗？”“你还太小了。”王虎的手伸过餐桌，拍了拍小孩的头：“等你长大以后就可以了。”王虎有着和粗犷外表完全相反的灵魂，细腻、柔软、温柔，像是阳光下盛放着的向日葵。诚然开口问：“王先生一个人吗？”王虎撇了撇嘴：“你叫我阿虎就行了。王先生听着文绉绉的，不适合我这种粗人。”他顿了一下，今天房东突然说把房子拿去当婚房，给了我2个月房租，就把我赶出来。他有些生气，又有些无奈的样子。我收拾完东西之后饿了，就一个人来吃点东西。诚然了然，你要是找不到房子，可以来找我帮忙，我认识几个靠谱的中介，毕竟上次你帮我照顾杨洋，就当做感谢吧。王虎点了点头，正要道谢，只听见程阳奶声奶气的开口：“老虎哥哥来我们家住吗？家里还有好多空房间呢，这样王虎叔叔就可以代替刘阿姨陪我了。”程然轻轻拍了拍程阳的手，带着点警告的意思，又有些尴尬的解释：“刘阿姨是我们之前的全职保姆，回家帮小孩带孙子，然后就辞职了。”他解释完毕后，又转过头，有些严厉的对程阳说道：“杨洋，不要麻烦王先生。”“你怎么知道人家王先生愿意呢？”“愿意啊。”王虎开口：“我和你家小孩投缘，如果杨洋想要，你又愿意的话，我当然愿意啊。”“耶！”程阳小朋友悄悄咪咪对着他的老虎哥哥眨了眨眼。诚然有一瞬间是懵逼的，还有这种操作的，这人也太自来熟了吧。鉴于我们是一本育儿手册，所以大老虎最后还是进了猫窝。诚然把备用钥匙放在王虎手里。王虎一大早就来了，还带上了自己的身份证、营业执照、户口本，恨不得证明自己祖上18辈都是良民。两人之前就谈好了月租，今天入住，然后在程阳小朋友的见证下签下了爱的证明。程然拍了拍程阳的头：“开心了吧？”程阳抱着自家老爸的大腿，望着成功晋升为同居人的王虎，小脑袋点得跟拨浪鼓似的，开心开心。最喜欢把鼻了。王虎挠了挠头：“那以后就麻烦程先生了。”诚然。诚然打断：“程先生听起来也文绉绉的。”王虎又自作主张改了个称呼：“阿然，你中午想吃什么？我去买菜。”程阳睁大眼睛：“老虎哥哥，你好厉害，把鼻都不会做饭。”杨洋要吃，要吃肉。王虎点了点头，蹲星号星号子拍了拍宝宝的脑袋：“好，咱们吃肉。”诚然虽然不会做饭，但是家里的厨具却意外的很齐全，估计是上一任保姆留下来的。王虎去小区楼下的进口超市买了2斤肉和1把生菜，还带了点旺仔小馒头之类的小零食。王虎是个很会做菜的男人，看他的脸，你绝对不会猜到他是一个很会煮饭的人妻属性壮汉。这个例子告诉了我们不能以貌取人。王虎打开煤气灶，开始炖红烧肉，肉切块轻泡，煸炒到金黄，慢慢炖到料汁入味，撒上葱。王虎感觉芒刺在背，回头一看，一大一小2个端端正正坐在餐桌旁边。大的还好，起码还摆好了碗筷，小的那个已经恨不得把灶台上的肉连锅端了。2个馋鬼。王虎把菜端上桌，发现2父子吃饭的频率极其相似，一口饭一口菜咀嚼20下，乍一眼看去跟2个机器人似的。阿虎。诚然开口，有些不好意思，请问你愿意帮我们准备一下每天的饭吗？材料钱我们出，工资可以从房租里扣，也可以另开给你。程阳放下手里的勺子，摆了个祈求的手势，2只眼睛湿漉漉的。王虎抵挡不了小猫撒娇，加上做饭也不麻烦，开口同意：“行啊，意思意思给点行了，反正做1个人的饭也是做，3个人也是做，2个小机器人。”王虎心想，大的那个硬邦邦的难啃得很，小的那个却软乎乎的，
像是吃可爱多长大的。糟糕，好像被戳中了什么了不得的萌点。王虎厨霸的日子开始了。一开始还只是做饭，到后来却是因为工作宽松的缘故，连接孩子下学的工作也包了。想起上次那个贵族幼稚园园长看到自己的那个表情，王虎觉得有点好笑，又有点无奈。打了5、6通电话才让自己接走小孩，我是长得有多糙啊？王虎看了看镜子里的自己，板寸、花臂、红二头肌，好像是有点糙哦。王虎的一天很简单，早上6点起床给父子俩做早饭，然后诚然送杨洋上学，自己去店里无所事事。下午4点半去接小孩放学，顺路一起去买菜做饭。美滋滋。王虎一把把在超市里到处跑的小孩扛在肩上，别乱跑，到时候你爸爸要是找不到你，叔叔就得改姓武了。程阳傻了吧唧的问，为什么呀？爸爸明明就姓程啊。王虎抬起手摸了摸一孩的头，因为武松打虎啊。小孩2条小小的手臂圈着王虎的脖子，搞得王虎痒痒的，却又不敢乱动。老虎哥哥不要怕哦。王虎听到自己头上傻了吧唧的小孩用稚嫩的童声说，杨洋会保护你的。切，小屁孩，谁要你保护啊？王虎摸了摸自己有点红的耳根，顺手拿了2包小孩喜欢吃的薯片。今天就让他吃点薯片解解馋吧。这饼干也不错，也拿点。还有这个辣条。诚然是个很有名的律师，就是那种很厉害的，出场费很高的那种律师。因为性子很冷，话又少的缘故，同事们一般在背后都称呼他为高岭之花。诚然一开始知道的时候还有点不乐意呢，我一大男人30岁，事业有成，还有个活泼可爱聪明伶俐的儿子，哪里像朵花了。后来想想，高岭之花总比隔壁办公室陈律师的朱金女孩好一点，也就干脆欣然接受了。好歹是朵花呢。诚然一向是拒绝酒精的，在他看来，这种容易让人冲动，喝多了还对身体不好的东西无异于毒品，只是酒精上瘾比较慢罢了。但是程大律师毕竟不是真的高岭之花，他是个活生生的人，人就需要社交。所以当他被自家律师事务所所长灌酒的时候，他思索了一下，还是喝了，结果马上就醉了。这种一杯倒的体质原来真的存在啊！程大律师的同事们目瞪口呆。程大律师的手机是没有密码的，上面的 app 也少得令人发指。与他比较亲近的同事拿他的手机在一众同事、某某客户、某某的中间找了半天，才找到了一个租客阿虎的名字。皮卡丘就决定是你了。王虎正纳闷程律师怎么还没回来呢，就接到这通电话。王虎问了地址之后，带着小孩就踏上了小太阳找爸爸的路。程然的同事驾着程然一路到王虎的车上，王虎到了声谢就开车走人了，只留下震惊了的同事们。程大律师的租客这么粗狂的吗？王虎看着这父子俩，先把大的扔到副驾上，系上安全带，再安抚了一下儿童椅上那个小的。你爸爸喝多了，我们现在回家，你要乖乖的哦，不要吵爸爸。程阳在后面昏昏欲睡，听到王虎的声音，含糊的嗯了一声。王虎不放心把小孩一个人留在家里，加上小孩吵着要找爸爸，还是给人带了出来。这家里一大一小2个都不省心，王虎心想。王虎一手一个把父子俩又带回家，看着诚然整齐的西装3件套犯了愁，这玩意儿得扒了才能睡吧。诚然很白，天生的白加上不怎么运动，工作后又常年待在室内，导致他的肤色甚至是有些不健康的白。王虎吧唧2下嘴，开始脱程然的鞋子。程然迷迷糊糊的，倒是很配合，跟程阳迷糊的时候一个样子。不愧是2父子啊！王虎把西装外套脱下来，这男人的腰怎么这么细？哦，对了，王虎是个鸡，天生的掰不直的那种。在这个遍地飘零的圈子里，王虎这种纯艺可是抢手货。
可惜王虎偏偏不混圈，纯情的不可思议，完美的贯彻了不约炮、不玩玩、不暧昧的3不原则。王虎忍不住看了看程然的样子，俊秀斯文，醉酒的样子还带着点小诱惑。王虎心中的小鹿几乎要狂化。王虎在内心里默念3遍：我是良民。我是良民。王虎把房间空调打开，把程然的被子拿过来扔他身上。非礼勿听，非礼勿视，非礼勿看。然后王虎去洗了个澡，冰冷冰冷的那种。程然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感觉还不错，毕竟一点点的酒精也造成不了什么很严重的后果。换上了家居服，程然往客厅走去。王虎起得早，现在正在做早餐。程阳坐在儿童椅上，拿着塑料调羹敲着碗。程然瞪了他一眼，小怂包顿时就安静了。王虎围着个粉红的围裙，上一任保姆留下来的，端着一砂锅的皮蛋瘦肉粥。他看到程然坐在椅子，不自觉地想起了昨晚的场景。耳朵红了些。耳朵怎么红了？不过还挺可爱的。程然心想，他哪里可爱了呀？就是一个围着娘了吧唧围裙的糙汉子吧。有色眼镜要不要这么严重啊，大律师？王虎又走进去，端了碗解酒汤给程然。以后你在外面别喝酒了，你昨天才喝了1杯就醉成那样。程然点了点头，麻烦你昨天去接我了。程阳在他们讲话的时候，自己给自己舀了碗粥，草草吹了2下，就给自己灌了一口。结果被下面的热粥烫到了，伸着个小舌头在那滋啦乱叫。王虎赶紧给他打了杯冰水，程然则凑过去看程阳的舌头。嘻嘻，真是和乐融融的一家人哦，好温暖啊。程然觉得自己最近不太对劲，坐在饭桌上机械的吃着东西，他咬着嘴里的肉思索着。被王虎养出的膘不算，最近自己好像变得有点人味了。程然思索着同事们最近对自己的评价。王虎简直是个完美的租客。他的长相先不提，会做菜，会哄孩子，还体贴。程然看着厨房里一派温暖景象，昏黄的灯光，馥郁香气和蒸汽缓缓升起，在宽敞的空间里氤氲缭绕，远远看去便是家的感觉。以前不是这样的，无论是程然独立成家前还是后，屋子里的厨房永远都是干净宽敞的样子，没有常常使用的油烟机上没有堆积一层油渍，就连锅铲也带着点锐利的冰凉。程然站起来给王虎盛了一碗汤，冷着，这么棒的租客可不能委屈他。程然心想，完全没有认识到自己行为的不同。不过这种善意的改变也算是可喜可乐，可喜可乐。程阳就读于深圳的一个精英幼儿园，双语教育，学费死贵死贵的那种。现在的幼儿园都注重什么亲情教育和综合能力，每个月都会给家长们派发任务，街头采访了，自己做一次东西了，画画了，简直是对孩子和家长的双重折磨。这一次是去游乐园，别说程阳了，就是程然这辈子也没去过游乐园。程然看着手机里班群老师发的短信，有些无奈，却见到自家那个虎儿啷当的小家伙睁着大眼睛殷切的盯着自己，爸比爸比，我想要老虎哥哥和我们一起去。程然灵机一动，对哦，像是阿虎那种不务正业的好家伙，一定经常去这种游乐场所玩吧。王虎，就决定是你了。王虎接到程然电话的时候，正在跟客人商量纹身的图案。王虎点了点头，看着手机号码上梦中情人的显示，小麦色的脸上有点红晕。阿然，找我什么事啊？明天你有空跟我们去游乐园吗？杨洋老师布置了实践作业。明天是周末，有几个预约，但是王虎还是脱口而出，有。去他妈的工作，你有老子的梦中情人重要吗？王虎挂了电话，来纹身的客人调笑，对象啊，瞧你笑得跟朵花似的。王虎点点头又摇摇头，喜欢的人还没追到呢。这是一个难得没有堵车的星期天。程然在迪士尼和欢乐谷中来回犹豫，反复横跳，
又想到去香港还要换港币过海关，而且不知道王虎有没有通行证，最后还是选择了欢乐谷。保姆老虎6点多就爬起来给父子2人做早饭。6点半的时候，王虎围着个粉红围裙去叫2人起床，一大一小2个赖床精。程阳打着哈欠揉着小肚子的样子怪可爱的，王虎把程阳抱起来去浴室刷牙。程阳软软的凑过去给了王虎脸颊一个亲亲，带着点幼儿独有的奶香。早上好，老虎哥哥。王虎的父爱几乎被全书激发，最终落荒而逃。这杀伤力太恐怖了，诚然很难叫醒。王虎敲门半分钟无果，只好推开门去叫他。程大律师穿着中规中矩的睡衣，怀里抱着个长条的抱枕，平时一丝不苟梳起来的头发此时正柔软的耷拉着，几缕金黄透过窗帘的间隙映射在床单上，带着点慵懒和惬意。深圳要到10月11月才开始降温，虽然现在已经是12月了，但是阳光却还很温暖。王虎慢慢吞吞晃悠到程然床边，伸出手指悄悄戳了戳程然的脸颊，结果把人给戳醒了。好尴尬哦。程然迷迷糊糊的睁开眼爬起来，我马上就起来，好像没有注意到刚刚发生了什么。王虎落荒而逃。现在不是旅游旺季，欢乐谷的人不算很多，大部分项目都不怎么排队。热门项目像是那个蓝白相间能吓死人的过山车，又因为杨洋太小玩不了。程然和程阳都是第一次来游乐场这种地方，看着到处都是的游乐设施，还有点小好奇。王虎拉着程然跟在兴奋的程阳后面跑来跑去，还时不时要拉小家伙一把让他别跑丢了。几个人去玩激流勇进，2个新手爸爸没给小孩带备用衣服，最后一人掏了20块买一次性雨衣。几个人还一起去玩了旋转木马，程阳把程然和王虎2个人赶进马车里。王虎1.8米的个子，委委屈屈的缩在马车里，瑟瑟发抖。我是骑士，爸爸和老虎哥哥是公主。小猫坐在车前的白马上，挺着小胸脯，很骄傲的样子。程然听着程阳的话，看了看坐在自己对面委委屈屈的花臂男。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公主掏出来比我大，倒是应景。王虎看着程然突然扬起的嘴角，清晰的感觉自己的心跳一点点明显起来。这人怎么这么可爱啊？想太阳他。欢乐谷下午的时候会有表演，一群金发碧眼的小姐姐在上面劲个热舞。程阳被挤在后面，前面对他来说过于高大的游客将他的视野堵了个全，只好委屈的瘪瘪嘴，想骑在老虎哥哥的肩膀上。WBAT 困难选手小谢王虎本想拒绝，他自己看起来像拐卖幼崽的变态，可是看到程阳委屈兮兮带着殷切的小眼神，还是妥协了，把一只甜乎乎的小奶猫端在脖子上的感觉还不赖。王虎同学十分没有原则的想，欢乐谷里面有肯德基，几人解决晚餐时天色已暗，园内的霓虹灯一串串一片片亮起，连成一条条灿烂的星河。杨洋要坐摩天轮，程阳不肯从程然的脖子上下来，小手指着前面使唤自己的司机。王没原则，假老虎顺从的跟着小家伙的指引往前走。那个圆盘式的大家伙可以说是欢乐谷的明星项目了，特别好找，只要跟着一对对情侣往前走就好了。哎，人类啊，情侣啊。3个人坐上小缆车，程然和王虎挨得很近。程然有些紧张的样子，不知道在想什么。王虎把怀里的小屁孩安置好，凑到程然的身边。怎么了？恐高，心跳越来越快了。程然最近正在面临巨大的危机，以他心里和他过往一直以来的规划来看，他未来的伴侣应该是高学历、高收入、高颜值，像他一样的精英才对。可是最近他觉得王虎这样的也不错，至少有家的感觉。程然把王虎推开，夜色和窗外的霓虹掩盖了他苹果色的脸颊。没有，我在想事情呢。王虎坐到程然旁边，看着片片彩色光影在程然的脸上
晕了一片柔和的光圈。王虎觉得自己胸腔里那颗不安分的心脏一点一点快速跳动起来，喜欢的心情一直被埋在内心里的情感如开闸的洪水般倾泻出来。诚然，看着诚然琥珀色的瞳孔和还在身边的小猫，王虎却像是失了力气一样摇了摇头。没什么，等以后有机会再表白吧。欢乐谷一行之后，日子还是一样平静，这个三个幼稚鬼的关系越来越和谐。王虎时不时提着餐盒去给诚然送午饭，律师事务所里面最精致的猪猪女孩陈女士表示非常羡慕。在又一次送走了王虎之后，诚然看着饭盒里有点过于精致的菜色，还是忍不住勾起了嘴角。这样的日子还不赖吗？程大律师，你是哪里找的租客啊？陈律师趴在桌子上，眼巴巴的看着诚然盒子里的饭。你说我怎么就没这么个租客呢？诚然瞥了他一眼，别想了，我不会给你吃的。我也没想你给我吃。陈律师眨了眨眼睛，最近那个家暴的案子你准备的怎么样了？我记得被告好像有点背景。诚然想了想那个案子，应该没事，对我造成不了什么威胁。这个案子就快开庭了。那就好。诚然却怎么也没想到，就这么一段短短的对话，竟像语言一样，在几天后成为了现实。不过不是他自己出事了，是杨洋。王虎照常时间去幼儿园门口接小孩，等了半天连个人影都没见到，屁颠屁颠跑去找了园长。等到了小孩班里，却发现空无一人，小孩不见了。园长急急忙忙的去查了监控，才发现小孩站在角落等王虎的时候被几个人抱走了。放学的时候孩子多，小孩估计是被迷晕了，又叫不出来。王虎看着园长煞白的脸，拿起手机给诚然打电话。诚然，小孩不见了。诚然正加班呢，冷不丁收到小孩不见的信息，急急忙忙套上外套就往幼儿园赶过去。诚然开着车，心脏却不受控制的砰砰跳了起来，肾上腺素急剧飙升，他甚至还闯了个红灯。电话铃声响起，诚然随手划了划，程大律师。是个不认识的声音。你儿子在我们手里呢，想把你儿子接回去，就乖乖放弃你手上那个家暴的案子。操！诚然想起前几天陈律师说的被告人有点背景，在心里鄙夷了自己的放松。没了我这个律师，还有其他律师，何必为难我呢？对面的人冷笑了一下，不管多少个律师也一样，不跟你废话了。来，跟你爸爸说句话。爸比，小孩应该是吓坏了，声音闷闷的，可怜巴巴的样子。对方挂了电话。诚然一路疾驰到了幼儿园，看到王虎的时候，匆匆忙忙下了车。阿虎！王虎拍了拍诚然的肩，冷静点，现在不能慌。你打算怎么办？他刚给我打电话了，让我放弃案子。诚然皱眉，要不我就放弃吧。报警！王虎把手里的烟头丢到垃圾桶里，诚然不喜欢烟味儿，诚然刚下车他就把烟给吸了。他妈的一群星号，连孩子都绑。报警了，他们撕票怎么办？明天就开庭了。诚然的脸憋得通红，但眼眸深处又有一丝不甘。王虎其实也知道诚然的顾虑，他在餐桌上也提起过这个案子。诚然是最有把握打赢这个案子的律师，如果放弃，最后的结果无外乎就是那对可怜的母子得继续熬着这段黑暗无比的时光。王虎比谁都知道诚然的心地善良，也比谁都明白诚然心中对律师这份职业的尊重。王虎无数次看见他加班到深夜，在给程阳讲完故事后继续依靠咖啡强撑着工作。他看过诚然为了捍卫真相做出的无数努力，信仰和爱不该逼他做出选择。王虎是个孤儿，12岁那年父母意外离世，家里亲戚踢皮球似的把孩子踢来踢去。王虎最后一个人生活在10几平米的出租屋里，靠着遗产
一分掰成2分的过日子。高中毕业之后，王虎就辍学了，领着一群小混混称霸整个区，靠着不怕死的狠劲爬上了顶层的位置。王虎原本就想这么过一辈子，等到自己老了，被人踹下来或者怎样的，然后找个地方自杀，结束自己的一生。后来发生了些事情，王虎改邪归正，开了家纹身店，偶尔会有道上的朋友来捧场，但也都是些干净生意。小孩被绑了之后，王虎就拜托了以前的兄弟去找，发现所谓的有背景也不过是沾了现任老大的一点光。王虎拍了拍程然的头，给老三打电话：老三，查到人在哪儿了没？电话对面的黄毛小伙子乐呵呵的：查到了，查到了，老拐子仓库那儿呢。王虎了然，叫几个人去那等我。对面连连应声。王虎挂了电话，跟程然说：小孩我给你带回来，你别担心，保证晚上你还能给他讲睡前故事。你自己去？你哪认识的人？程然愕然。等我回来就答应我个要求吧。王虎笑弯了眼：你只要在家等我就好了。鉴于我们并非2级的小说，所以血腥暴力部分都一笔带过。接下来的一切都很顺理成章。绑匪知道自己绑了王虎对象的小孩，吓得屁滚尿流。王虎顺手打包就给人塞进了局子里。得，绑架罪可比家暴判得多。程阳一见到王虎，鼻涕眼泪就唰啦啦的往下流，怎么也止不住。软趴趴的窝在王虎温热的脖颈，抽抽的掉着眼泪。王虎拍着小孩的背哄人，一副好爸爸的样子。我操老大，你这是干啥？居家好男人啊！滚蛋！别在小孩面前说脏话。给我把头发染回来，流里流气的像个什么样子？青年嘟囔了几声老干部、王八皮什么的。王虎瞪了他一眼之后又不吭声了。你收委屈，我把小孩领回家了。王虎交代完事情，就抱着程阳打了个车回小区。程阳在王虎怀里哭着哭着睡着了，死抱着王虎不撒手。程然在家里坐立难安，兜兜转转绕来绕去。听到开门声，程然猛地窜到门口。杨洋！程然接过孩子，程阳搂着程然闷声说：爸比。杨洋好怕，乖乖乖。程然一下下安抚着小孩：爸爸爱你。杨洋不怕，程然是第一次说爱你。程阳瞪大了眼睛，有些不敢相信自己听到了什么。他就像是第一次闻到猫薄荷的小猫，软软的冲程然撒娇：我也爱爸比。杨洋不怕。程然内心被喜悦盈满，就这么被小孩扒着也不嫌重。小孩受了惊吓，很早就睡觉了。程然给他请了几天假，让他在家里休息。明天还要开庭，程然收拾好资料准备让被告吃多几年牢饭。程大律师，你是不是该答应我一个要求啊？王虎靠着书房的门，双眼直勾勾的盯着程然。走近道，我累死累活给你把小孩带回来，你这个做爸爸的没点表示。程然给了王虎一个拥抱，外加一句谢谢。程然要放开的时候，王虎耍赖不放手。程然一个文弱书生，怎么样也抵抗不了程然那一身的腱子肉。和我在一起吧，我给程阳做小爸爸。程然没想到会等到王虎的告白。他也没想过自己会选择一个跟自己理想型完全不同的男人共度余生。他学历不高，人也没有那么英俊帅气，也不是什么社会精英，但事情就这么发生了。去他妈的人生计划！我现在只想和这个男的睡觉。爱就是爱。程然点点头说了声好，然后窗外炸开了一朵朵灿烂的烟花。王虎捧住程然的脸，两人额头相抵，在焰火的映照下接了一个长长的吻。